胡麻子嘿嘿一笑，好嘞，小子，咱们去四重天好好闯荡一番。陈平最后看了一眼霍晶晶和莫青云，毅然转身和胡麻子一起朝着通道冲去。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们的。陈平的声音在广场上回荡。看着两人的身影消失在通道中，霍晶晶再也忍不住，泪水夺眶而出。莫青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，眼中也充满了期待。通道中空间乱流肆虐，不断地冲击着陈平和胡麻子的身体。两人运转灵力，抵挡着空间乱流的冲击，快速地朝着通道的另一端飞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前方出现了一道光亮。陈平眼前一亮，加快了速度，和胡麻子一起冲出了通道。两人落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这里的仙气比三重天浓郁了数十倍。天空是湛蓝色的，远处的山峰高耸入云，隐约可见一些强大的妖兽在山林中穿梭。陈平打量着四周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。四重天的天地法则比三重天更加完善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强大的威压，让他感觉到了一丝压力。感觉这里好熟悉啊！胡麻子有些感叹道。废话，你本就是六重天的修士，你是从四重天一点点提升到的六重天，你当然熟悉了。陈平无语地说道。说完，陈平突然想起，那无极道人就是四重天的仙人，不知道能不能碰到。这么多年了，也不知道我的族人怎么样了。胡麻子轻叹一声，他转世好多次了，不知道自己的族人怎么样了。既然来了四重天，何不去看看你的族人？你还记得他们在什么地方吗？陈平问道。好像有些印象。胡麻子点了点头。那就走吧。陈平也想见见胡麻子的族人，到时候还能打探一些四重天的情况。四重天的罡风比三重天凛冽数倍。陈平与胡麻子御空飞行时，衣袍被刮得猎猎作响，下方林海翻涌，偶尔有体型庞大的妖兽探出头颅。感受到两人身上的灵力波动后，又慌忙缩了回去。能在四重天高空飞行的修士，绝非他们能招惹的存在。按理说就在这附近了。胡麻子捻着下巴上的短须，眉头拧成个疙瘩。当年我族聚居的地方有9座连在一起的山峰，形如卧龙，故而得名九盘山。可这一路飞来，入眼的竟是些孤山，连个像样的山系都没见着。陈平跟在胡麻子身侧，目光扫过下方连绵的山脉。你转世次数太多，记忆模糊也正常，说不定是地貌变迁，或是被什么大能隐秘法遮掩了痕迹。两人正说着，下方密林突然传来一阵腥风，7、8头生着双翼的血色豺狼冲天而起，獠牙上滴落着粘稠的毒液，显然将他们当成了猎物。这些豺狼个个有着散仙境9品的修为，在四重天的外围也算得上一方凶物。聒噪！陈平眼神微冷，斩龙剑自发嗡鸣，一道金色剑气横扫而出。扑哧，剑气过处，血色豺狼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，便被斩成数段。腥臭的血液洒向林海，引得林中传来一阵骚动，却再无妖兽敢轻易露头。胡麻子咂咂嘴，你这剑越来越锋利了，想当年我……打住打住！陈平赶紧摆手，您老的光辉事迹还是等找到族人再说吧。再飞半天，要是还没头绪，咱们就得找个活口问问路了。两人继续前行，途中又遭遇几波不开眼的妖兽，皆被陈平以雷霆手段斩杀。这些妖兽的内丹蕴含的能量远比三重天的精纯，陈平顺手收了7、8枚，打算日后用来炼制丹药。夕阳西下时，天边染上一片瑰丽的霞光，将云层镀成金红色。胡麻子突然停在半空，望着前方一片被薄雾笼罩的山谷，眉头紧锁，不对劲，这片山谷的天地灵气流动很古怪，像是被人为扭曲过。陈平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只见那片山谷看似平平无奇，雾气氤氲中隐约能看到几座模糊的山峰轮廓。
他运转天明眼，漆黑的瞳孔中泛起淡淡的银芒，视线瞬间穿透了层层薄雾。果然有问题，陈平沉声道，那片雾气不是自然形成的，是个大型幻阵，阵眼藏在山谷中央的主峰底下，阵法布置得相当精妙，若非刻意探查，很容易被他引向别处。胡麻子顿时来了精神，我就说嘛，肯定是族人用幻阵把地盘藏起来了，快，赶紧破开它。陈平深吸一口气，体内灵力灌注于斩龙剑，金色的剑气在剑刃上凝聚，散发出令人心悸的波动。他并未直接攻击阵眼，而是瞄准了幻阵最薄弱的一处节点，猛然斩出。破！凌厉的剑气撕裂长空，狠狠斩在那片看似虚无的雾气上。只听嗡的一声闷响，整片山谷的雾气剧烈翻腾起来，如同被投入石子的湖面，荡漾开一圈圈肉眼可见的能量涟漪。幻阵剧烈震荡，原本模糊的山峰轮廓变得清晰起来。但当看清眼前景象时，胡麻子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取而代之的是难以置信的惊愕。那确实是9座连绵起伏的山峰，形态与他记忆中的九盘山几乎一模一样，可山峰之上看不到半点人族聚居的痕迹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漆黑如墨的宫殿，宫殿顶端雕刻着狰狞的骷髅与蝙蝠图腾，浓郁的魔气如同乌云般笼罩在山间，与周围的天地灵气格格不入。这不是我族的地盘吗？怎么会？胡麻子的声音带着颤抖，眼中闪过痛苦与愤怒。是魔族，这些建筑风格是魔族的手笔。陈平眼神一凝，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些宫殿中散发的魔族气息，与当初在三重天遇到的魔族修士如出一辙，只是更加精纯，更加霸道。就在幻阵被破开的瞬间，9座山峰中最中央的那座突然爆发出一股强悍的气息，一道苍老的声音带着刺骨的寒意传来：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敢擅闯我黑煞魔宫的禁地？随着话音落下，一道黑袍身影从主峰宫殿中冲天而起，瞬间便来到2人面前。那是个面容枯槁的老者，眼眶深陷，瞳孔呈诡异的墨绿色，周身缭绕着淡淡的黑雾，赫然是地仙境1品的修为。老者目光扫过胡麻子，当看到他身上的人族气息时，眼中露出毫不掩饰的鄙夷。区区一个散仙境的卑贱人族，也敢在我黑煞魔宫撒野？看来这些年4重天的人族是越来越不长记性了。胡麻子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老者怒喝道：放屁！这是我胡氏一族的九盘山，什么时候成了你们魔族的地盘？我看你们是活腻了，竟敢侵占我族圣地！胡氏一族，老者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，桀桀怪笑起来。老夫在此驻守100年，从未听说过什么胡氏一族，这九盘山早就成了无主之地，我黑煞魔宫占了便是占了，你一个卑贱的人族也敢来讨要说法，找死！胡麻子怒不可遏，体内灵力骤然爆发。虽然他如今修为不及转世之前巅峰时期，但也有着不俗的实力。只见他双手结印，一道土黄色的巨掌猛然拍出，带着崩山裂石的威势朝着老者轰去。不自量力！老者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容，甚至懒得动用法宝，只是随意挥手，一股凝练的魔气便化作利爪，轻易便将土黄色巨掌撕碎。紧接着，魔气利爪于是不减，狠狠拍在胡麻子胸口。噗！胡麻子如遭重击，喷出一口鲜血，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，重重摔在地上，砸出一个深坑。胡大师！陈平眼神一冷，身影一闪便挡在胡麻子身前，斩龙剑遥指老者：魔族修士在我面前也敢如此放肆？老者上下打量了陈平一番，当看到他散仙境6品的修为时，眼中的鄙夷更甚，又来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，你以为杀了几只不开眼的妖兽，
就能在4重天横着走了。地仙与散仙之间的差距不是你能想象的。是吗？陈平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，那我倒要试试。地仙境1品究竟有多厉害？话音未落，陈平的身影已然消失在原地。老者瞳孔微缩，只觉一股凌厉的杀意扑面而来。他下意识地祭出一面黑色盾牌，盾牌上雕刻着无数怨魂，散发着阴森的气息。当斩龙剑与黑色盾牌碰撞在一起，发出刺耳的金铁交鸣之声。老者只觉一股沛然巨力传来，手臂竟微微发麻，他心中一惊，这才意识到眼前这个散仙境6品的人族修士绝非普通之辈，有点意思，难怪敢如此狂妄。老者狞笑道，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他体内魔气疯狂涌动，黑色盾牌上的怨魂仿佛活了过来，发出凄厉的尖笑，朝着陈平扑去。同时他双手结印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地面突然裂开一道道缝隙，无数根黑色的魔藤如同毒蛇般钻出，朝着陈平缠绕而去。雕虫小技！陈平冷哼一声，天明眼全力运转，将老者的攻击轨迹看得一清二楚。他脚下步伐变换，如同闲庭信步般在魔藤与怨魂之间穿梭。斩龙剑舞动间，金色剑气纵横交错，将那些怨魂与魔藤尽数斩碎。不可能！老者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他没想到自己的攻击竟然连对方的衣角都碰不到。没什么不可能的。陈平的声音如同来自九幽，你刚才说人族卑贱，你说地仙与散仙的差距无法逾越，现在我就让你看看，你所谓的优越感在我面前有多可笑。话音落下，陈平的气息骤然暴涨，散仙境6品的修为竟隐隐有了突破的迹象。他将全部的力量灌注于斩龙剑中，剑身上浮现出无数玄奥的符文，散发出一股连天地都为之震颤的威势。破！陈平低喝一声，斩龙剑化作一道流光，以肉眼难辨的速度斩向老者。这一剑看似平平无奇，却蕴含着破幻展望、灭邪的至阳至刚之力，正是魔族修士的克星。老者感受到那股毁灭性的力量，吓得魂飞魄散。他拼尽全身力气想要躲闪，却发现自己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锁定，根本动弹不得。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道金色剑光越来越近，最后映入自己的瞳孔。扑哧一声轻响，如同切豆腐一般，老者的头颅冲天而起，鲜血从脖颈处喷涌而出，染红了天空。他那充满惊恐与难以置信的头颅在空中翻滚了几圈，最终重重摔在地上，彻底失去了生机。胡麻子从深坑中爬出来，捂着胸口走到陈平身边，看着地上的头颅，又看了看那些吓得魂不附体的魔族修士，忍不住啧舌道：“小子，你这下手也太狠了点吧？”陈平淡淡道：“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，尤其是这种眼高于顶、视人命如草芥的魔族，没必要跟他们客气。”胡麻子一阵无语，陈平这逼格真是越来越高了。这时突然空间一阵颤抖，紧接着一名中年人出现在了陈平和胡麻子面前。人族，你们竟然敢杀我魔族之人！中年男子的目光冷冷地看着陈平和胡麻子。又来一个！陈平无语，你们两个无知人族，怎么敢闯我魔族之地？是不是在找死？中年男子怒声道：“胡大师，你来说。”陈平看向胡麻子。胡麻子走到了那中年男子面前道：“这里本是我胡氏一族的地方，生活的可是人族，并非是你们魔族。”中年男子盯着胡麻子，眉头一皱道：“你放屁！”胡麻子一听，勃然大怒：“你他妈的才放屁呢！”声音落下，胡麻子纵身一跃，中年男子脸色一变，直接右手猛然一挥，轰！伴随着一声炸响，胡麻子直接被震飞了出去。不过那中年男子也倒退数十步，
没想到你这个小小人族也有如此实力。中年男子神色变得凝重道。胡麻子都快被气死了，若不是自己轮回转世多次，实力大降，他早就把眼前这个魔族家伙跟弄死了。中年男子见胡麻子竟能与他硬汉一击，眼中闪过一丝诧异，但很快又被怒火取代。他冷哼一声，周身魔气翻涌，显然准备再次出手。区区人族也敢在我魔族地盘撒野，今日不将你们挫骨扬灰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话音未落，他猛然抬手，掌心凝聚出一团漆黑如墨的魔焰，朝着胡麻子狠狠拍去。胡麻子脸色微变，这一击的威力远超先前，他如今实力尚未恢复，应接恐怕要吃大亏。就在魔焰即将临身的刹那，住手！一道清冷的女声骤然响起，紧接着一道纤细的身影凭空出现在胡麻子身前，素手轻挥，那团魔焰竟如冰雪浴火般瞬间消融。中年男子见状，脸色大变，连忙收手后退，恭敬行礼。魔女。陈平目光一凝，看向来人，那是一名身着黑色长裙的女子，肌肤如雪，眉目如画，一双眸子却深邃如渊，透着几分冷冽。她周身气息内敛，却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。地仙境3品。陈平心中暗惊，这女子的实力恐怕比那老者还要强上许多。女子淡淡扫了中年男子一眼，语气冰冷，谁允许你擅自动手的？中年男子连忙低头辩解道，魔女，这2个人族擅闯我黑煞魔宫，还杀了我们的人，属下只是想给他们一点教训。教训？女子冷笑一声，若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是不是打算直接杀了他们？黑煞魔将额头渗出冷汗，不敢再言。女子不再理会他，转而看向陈平和胡麻子，目光在2人身上打量片刻，最终停留在胡麻子身上。你说这里曾是你们胡氏一族的地盘？胡麻子捂着胸口，咬牙道，不错，九盘山本是我族世代居住之地，何时成了你们魔族的领地？女子眉头微蹙，似在思索，片刻后摇头道，我黑煞魔宫占据此地已有数百年，从未听说过什么胡氏一族。若这里真是你们的祖地，为何你们族人不在？胡麻子闻言，眉头皱起，难道我族早已覆灭？胡麻子早就去了6重天，后面重生转世了好多次，过去了数千年，只有族人怎么样了，他一概不知。现在听这女子如此说，看样子自己的族人早就覆灭了。在这天界，一个宗门，一个家族分分钟就会被覆灭。毕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，弱者早晚都会被吞噬的。女子一怔，随即了然道，或许是吧。中年男子忍不住插嘴道，魔女，九盘山本就是无主之地，他们不过是找个借口来挑衅我魔族，难道随便说个理由，这就是他们的地盘吗？闭嘴！女子冷喝一声，中年男子顿时噤若寒蝉。他看向胡麻子，语气缓和了几分，我名幽月，乃黑煞魔宫魔女，若你所言非虚，我可派人查证，但在此之前，你们擅闯我魔族领地，还杀了我的人，总要给个交代。胡麻子正要反驳，陈平却上前一步，淡淡道，我们并非无故杀人，是你的人先出言不逊，甚至要取我们性命，我们不过是自卫而已。幽月目光转向陈平，眼中闪过一丝异色。你又是何人？他问道。陈平。陈平坦然道。幽月微微颔首，正欲再问，中年男子却按捺不住，怒声道，魔女，何必与他们废话？这2人分明是来挑衅的，不如直接拿下，以儆效尤。陈平瞥了他一眼，忽然笑了，看来刚才的教训还不够。话音未落，他身形骤然消失。幽月瞳孔一缩，下意识想要阻拦，却已经晚了。扑哧，剑光一闪，中年男子的右臂齐肩而断，鲜血喷涌而出。
啊！中年男子惨叫着倒退数步，脸色惨白如纸。中年男子捂着鲜血淋漓的断臂，疼得浑身发抖，看向陈平的眼神中充满了怨毒与恐惧。他实在无法理解，一个散仙境6品的修士，为何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速度与力量？自己明明已经运转魔气护体，却连对方的剑招都没能看清。你敢伤我？中年男子声音嘶哑，额头青筋暴起，你今日断我一臂，此仇不共戴天。陈平收剑而立，冷冷道，没有实力的情况下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闭嘴，再敢聒噪，下次断的就不是手臂，而是你的脑袋了。简单一句话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。中年男子竟下意识地闭上了嘴，喉咙滚动着，不敢再放半个字。